不過勸一句曼聯球迷，沒什麼大不了的，咱們曼聯嘛，上賽季沒什麼，本賽季沒什麼，下賽季也沒什么，能夠讓狼隊拿分的球隊本就不多。結果一看，最後跟車路士是同分，對吧？這算是拜過把子的好兄弟。過去23到24賽季也是並肩戰鬥過，羈絆是不會消失的。在走向更衣室的過程中，球員通道被阿森納球迷罵道：“滾蛋！哈哈哈，他真是糟糕透了。”而馬丁內斯邊走邊和阿森納球迷對噴，隨後被工作人員拉走。這一場球的單場成功過人次數，快頂上加納喬本賽季所有的比賽了。這要是再練練射門能力和傳球視野，埃斯特旺就是切爾西下一個球王。這麼好的表現，比賽竟然沒有拿下來，真是可惜啊！朋友們，今天的6場英超比賽，老 K 猜對了5場，正確率大概目前暫時是5/6。當然了，這樣的猜比賽也只是娛樂，靠這個賭球應該沒有大用。今天的比賽中，特羅薩德又完成了1個進球1個助攻，至此在2025年自然年，他貢獻了英超聯賽的10個進球和9次助攻，也成為阿森納隊內2025年英超聯賽的最佳射手和助攻王。所以老 K 過去非常喜歡這位31歲的比利時邊鋒，也希望將他的好運氣帶給各位。馬上就是新年了，祝大家龍馬精神，心想事成。那麼同樣還是懇請您動動小手指，點點讚，點點分享和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謝謝。曼聯果然還是曼聯，還是那個綜藝節目效果拉滿。今天曼聯坐鎮主場打狼隊，要知道狼隊過去已經遭遇了12連敗，11場英超聯賽的連續失利，還有1場英格蘭聯賽杯不敵切爾西。本輪比賽之前，狼隊的聯賽積分只有2分，極大的劣勢，在積分榜上墊底。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夢劇場老特拉福德，狼隊竟然還成功拿到1分，終結了2025年這一超長的連敗。哎呀，也是在2025年最後一天，給狼隊的球迷送來了一點點溫暖。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總想給別人送傘。曼聯這個大白卵男真的是太可愛了。而今天曼聯的換人，完全是給過去曼聯的名宿證明，到底曼聯青訓是有多垃圾。替補席上全是小孩，還這麼早換下齊爾克澤。要說齊爾克澤再怎麼差，也比這群小孩強吧。而3中衛體系，阿莫林真的有執念，真的是一場不踢他的3中衛就會死一樣。但話說回來啊，一堆曼聯名宿鼓吹的曼聯青訓，這就是曼聯青訓。如果說根本達不到上場的水平，那把他們放在替補席又有啥用呢？唯一的正能量啊，就是曼聯在本輪切爾西沒有獲勝的情況下，也陪着站崗。這要是拿了3分往前走了，多不好意思啊！哎，每次一到門檻拿個3分就能進前4、前3的時候，曼聯從不讓落後的同學失望。那麼今天這一場比賽，上半場海文搶斷以後，齊爾克則打門折射入網，27分鐘就已經獲得領先，本以為是一場脆勝，因為對面可是狼隊啊。隨後謝什克的頭球攻門還打中了立柱，可惜上半場45分鐘，齊爾克則一個烏龍助攻，對方狼隊的克雷伊奇頭球破門扳平。下半場莫斯科拉頭球解圍，差點又是烏龍，對方克雷伊奇的捅射也被門將拉蒙斯撲救化解。而謝什克打門被撲以後，多爾古補射破門卻被判越位無效。比賽46分鐘換上了傑克弗萊徹，75分鐘換上了約羅和曼塔托。就今天上場踢了45分鐘的曼聯名宿的雙胞胎兒子傑克弗萊徹，替補席上還有他的雙胞胎兄弟泰勒弗萊徹，兩個都是18歲。對他倆之前球迷們還有點幻想。2014年7歲的弗萊徹兄弟當時是先加入了曼城青訓營，而父親弗萊徹此時仍在曼聯一線隊效力。在2023年1月的曼城德比，弗萊徹兄弟和母親一起到場為曼聯加油。那一場曼聯在0-1落後的情況下逆轉，最終2-1獲勝。兄弟倆興奮的表情已經暴露了，他們內心真正忠於的球隊不是當時效力的曼城，而是曼聯。就在23年夏天，两位雙胞胎以總共150萬英鎊的轉會費從曼城轉會到曼聯。出於報復，曼城後來從曼聯挖走了哈里森·帕克。18歲的傑克·弗萊徹現在德轉給他估價身價100萬歐元。可今天一上場比賽就看出來了，在場上根本站不住位置，妥妥的關係戶，要盤帶沒有盤帶，要長傳沒有長傳，要跑位沒有跑位，要防守還沒有防守，要對抗沒有對抗，只會傳一些安全球，幾乎完全隱身，對方一碰就倒。作為一個中場球員，本應是6邊形戰士，可弗萊徹的兒子妥妥的沒有任何一個特別的短板，因為6個方面全是短板。簡單說，也就是廢物。
第一次看見有這樣的中場球員拿球就往本方半場帶球，就是過去最弱的乌加特也知道你要持球向前推进呀，所以很难想象曼联青训基地卡灵顿已經爛成什麼樣了。還有今天上場的曼塔托，跟弗萊徹、曼塔托相比，過去的加納喬和梅努那真的是超級天才。過去這個傑克·弗萊徹在離開曼城之前還踢了一場正式比賽，評分是全場最低，包括對方的11個人、20幾個人裡面全場最低。那還是2024年，當時在推特上一幫曼城的外國球迷罵這孩子。今天算是看明白了吧，這簡直就是根木頭樁子。而且這麼個關係戶在曼城青訓擠壓了多少其他天才的發展之路呢？而替補上場15分鐘的曼塔托，在無人盯防的情況下一腳傳中，傳成那個樣子，紅魔的青訓真是沒招了。想一想，過去曼聯青訓的中塔系，就算再爛，也比這倆要強很多吧。所以現在想想，阿莫林對曼聯青訓的批評，真的一句話都沒有說中過。事實和真相令人更難受。不過勸一句曼聯球迷，沒什麼大不了的，咱們曼聯嘛，上賽季沒什麼，本賽季沒什麼，下賽季也沒什麼，能夠讓狼隊拿分的球隊本就不多。結果一看，最後跟车路士是同分，對吧？這算是拜過把子的好兄弟。過去23到24賽季也是并肩戰鬥過，羈絆是不會消失的。所以這賽季的主旋律也就定了。除了上面那幾個有雄心壯志、有想法的球隊，咱們曼聯、車路士主要就是爭五。於是乎，流量當家的球隊曼聯又意想不到的來了一坨大的。本來今天阿莫林主教練上場之前呀，臉上就貼了一張 A4 紙，寫了8個字：沒人可用，能力也差。哎，啥意思呢？確實陣中已經沒有大將了，青訓和替補席也確實能力太差，能拿分本場已經很好了。老 K 本來也這麼想，但看了一下對面，那可是狼隊呀，只拿了2分的倒數第一呀。主場打個3個月都沒拿分的都贏不下來，行吧。老 K 正式承認，曼聯就是一個保級陣容。今天 B 費和芒特缺席的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而曼聯陣中唯一的大將庫尼亞對自己過去的母隊狼隊又起不了殺心。不過賽場上狼隊的那幫球員對庫尼亞倒是真起殺心。反正這場比賽曼聯真的成了老 K 的快樂源泉，看一晚上笑一晚上。最後轉念一想，這就當是1-1打平了紐卡，1-0贏了狼隊。哎，這樣一想就沒有那麼鬱悶了。所以今天總結一下：第一，謝什科10幾場比賽目前是一點用都沒有；第二，曼聯青訓出來的好球員，一個格林伍德在馬賽，一個拉什福德已經去了巴薩，還有一個麥克托米奈在那不勒斯；第三，拉門斯絕對是個好門將；第四，目前沒有曼聯的 B 費是真的不行；第五，庫尼亞確實毒了點，總是想一個人解決戰鬥。但是呢，轉念一想，我要是庫尼亞，這場上我能跟誰配合？在場上我能信任誰？傳給誰處理的就比我自己單幹處理更好呢？那麼這又是跟薛定諤的貓一樣不可觀測的玄學問題。庫尼亞在場上應該傳球的時候浪射，該浪射搏一搏的時候又把球傳丟了。想想當初加盟時的豪言壯語，真應該勸他一句，放平心態吧，兄弟，踢團隊足球好不好？一直就覺得庫尼亞在場上視野確實太差，總是看不到機會更好的隊友，總是魯莽的就掄一腳。曼聯在沒有 B 費的情況下，庫尼亞就是單核心，所以狼隊也簡單，想要掐斷曼聯攻勢，直接給他上犯規就完了。所以比賽看庫尼亞踢得很難受，只要是射門就總覺得在浪費機會，踢球不動腦子就知道帶，前面一群人包住了，有傳球機會也自己悶頭帶，有射門空間還是悶頭帶，沒有機會的時候庫尼亞卻知道傳了，沒角度沒空間了，倒想起來要射門了。最近真是狀態一路下滑，別的球員都是進球以後狀態變好，可庫尼亞怎麼還變差了？不過最近有消息，由於庫尼亞精通5門語言，他已經成為曼聯更衣室的核心人物，不僅和盧克肖等隊友親密無間，他還非常暖心地陪伴曼聯的殘障球員。現在在場上的數據確實不好，但在曼聯內部提起庫尼亞，大家的共識高度一致，狼王庫尼亞是個極度上心的人，他十分在意自己能否熟悉曼聯俱樂部的工作人員，也十分在意能不能為人員不斷變動的曼聯更衣室注入活力。庫尼亞精通葡萄牙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而且還懂一點意大利語，所以順理成章成為了曼聯更衣室的核心人物。他可以直接和俱樂部的工作人員溝通，而不是像其他球員那樣要通過經紀人才能轉達。聖誕節前，他出席了曼聯殘障球迷協會的聖誕午餐會，還對一位盲人球迷格外關注，專門花了15分鐘時間和對方交流對方追隨球隊的種種經歷。庫尼亞是在巴西長大的，他最早司職中場，近些年才逐漸轉型為進攻角色。
但在英格蘭足壇，人們對他的印象是進球手，所以最近為曼聯出戰了16場比賽，只有3粒進球，於是對他的質疑聲也從未停歇。不過就老 K 看來，他比過去的加納喬還是要強的。最近罗伊·基恩也有類似的評價，基恩說曼聯賣掉了加納喬，立刻完成了升級，因為庫尼亞比加納喬做得更好。基恩說，如果我是切爾西球迷，我會提出嚴肅的質疑，你們口口聲聲說有雄心壯志，結果卻讓曼聯撿了個升級的便宜，切爾西自己只得到一個平庸之輩加納喬，簡直荒唐。嘿嘿，這麼想也的確是，只要跟曼聯青訓相比，庫尼亞踢得再差也比加納喬要好。好，今天也有表現不錯的球員，像19歲的中後衛海文，儘管還不夠穩定，但他的傳球視野冷靜，越來越有大將之風，未來可期。上半場海文還有一個妙傳，可是經驗不足，人家前鋒一些小動作直接把他給推開了。當然海文只是踢得不錯，也沒有就非常好，特別身體条件和物理对抗方面還是顯得太軟。海文也是根正苗紅的曼联青训，才只有19歲，還是很有前途的。好，再表揚一下多尔古。多尔古最近2场真的是打得不錯，进步很大，差點絕殺。就可惜阿莫林的安排有點問題，如果把他換到右路就好了，在右邊更能發揮多爾古的進攻優勢。而這場身為左路的多爾古爆破的也算可以，可惜沒有隊員和他配合。未來就需要把傳中再好好練練，傳中能力目前太差。而反觀今天打右路的達洛特表現就很糟糕，多爾古在左邊還能時不時起個傳中，達洛特拿球就不往底線走。甚至今天打狼隊倒數第一呀，也不敢過人嗎？可以說除了界外球幾乎一無是處，拿球就回傳，拿球就回傳。曾經引以為傲的達洛特的強行爆發下底傳中也不敢做了，硬突也不敢突了，越踢越平庸。剛刚表現有點起色的達洛特，今天這一場進攻和防守都沒了，也就看上去精神面貌還可以。而至於鋒線上的謝什科和齐尔克澤，老 K 真的是不想評，尤其是齐爾克澤，半场1球1助攻，功过相抵。今天曼联和狼队的進球全靠他，屬於真正的勝負手，掌控全局的男人。老 K 就發現齊爾克澤長那麼大個高個子，可在防守角球的時候總是出問題，已經好幾次了。不過也不用擔心，馬上1月1號冬窗開啟，過幾天就是羅馬的老鐵們要考慮的問題了。齊爾克澤趕緊走，趕緊走吧。至於謝什科轉回來曼聯之前，網上還有視頻專門分析他的射門技術、頭球和第一腳觸球 first touch 都很糟糕，也就是身體模板好，而且年輕。這就是專業的團隊和我們普通球迷的區別。要我說呀，不要着急，再給他10年到15年的時間，一定能夠踢出來的。謝什科的聯賽數據已經上升到15場比賽2個進球1個助攻，假以時日，他一定能在曼聯的中鋒進球榜上書寫更加恥辱的一筆。好，今天阿森納對維拉，老 K 心裡本來惴惴不安，可沒想到今天槍手打得那麼好，4比1脆勝終結了維拉的11連勝。上半場維拉隊沃特金斯錯失良機，而澤凱萊什也有一個非常危險的頭球。那麼到了下半場就屬於兵工廠了，加布里埃爾、蘇比門迪、特羅薩德和熱蘇斯先後建功，僅僅在94分鐘補時階段，沃特金斯扳回一城，這也得以讓阿森納以45分領跑積分榜。這也是阿森納隊史上第7次以英超榜首的身份結束自然年，與利物浦、曼聯並列歷史最多。目前領先身後第2名曼城5分。而對維拉隊來說，以賽後主教練埃梅里的說法，今天我們輸了，但我們上半場踢得非常出色，非常精彩。下半場我們原本的目標是力爭打入1球，但比賽中奧納納受傷，這讓我們在中路很難維持住需要的強硬防守結構。不過我們整體的發揮還是很出色的，只是對手在下半場打入第2球後，比賽對我們來說就變得更加困難了。有意思的是，本場比賽賽後，阿森納主教練阿爾特塔試圖找到維拉的主帥埃梅里握手，卻發現埃梅里已不在教練席區域，兩人最後沒有進行賽後的例行握手環節。對此，埃梅里的解釋是，比賽結束後我通常都會等着與對方主教練握手，但當時阿爾特塔正在和教練組交流，我不可能一直等下去，我已經在場邊完成了該做的禮節，隨後就回到了更衣室。特別搞笑的是，其實當時阿爾特塔只是和自己的助理教練們擁抱了一下，耽誤了可能2-3秒。而最後在看到阿爾特塔找不到埃梅里的時候，阿森納總監貝爾塔在後面直打手勢說埃梅里已經走啦。哈哈，有意思，有意思。联想到埃梅里過去在阿森納當主教練，沒有獲得現在阿爾特塔這麼多資源，那多少心裡有些過不去，有些不平衡，有些醋意，可以理解。那這一場贏下來，老 K 真的有些佩服阿森納和阿爾特塔。在身後曼城如此強大的追兵窮追不捨之際，
阿森納體現出來的不只是陣容強，而且更多是比以往賽季多出了一份勇氣，面對任何困難的勇氣。特別是今天的厄德高和特羅薩德，厄德高第4脚長傳給門迪，太爽了。現在持球確實有了點曼城過去逼席爾瓦的特點。厄德高最近這2場球打得尤為興奮，一個助攻完全概括不了他完美的發揮，無論是射門和傳球都極具威脅。薩卡過去這2場起碼浪費了他3個助攻，大傷回來之後通過一些時間上場找到了自己的狀態，現在完全康復的他只要保持下去，就一定是阿森納最強的中場大將。而特罗萨德1個進球1個助攻，滿場飛奔，存在感極強，幾乎就沒有丟過球，各種靈活的穿插帶球。特羅薩德最近踢維拉队4場球3個進球3個助攻。今天的阿森納右路小分队感覺已經解散了，左路的特羅薩德卻開始了單幹，一個人硬生生的把阿森納弱勢的左路打得風生水起。無論是威脅的創造、射門的技術，還是小空間的輾轉騰挪，在今天的阿森納都做到了陣中的最好。如果明年夏天能夠續約把特羅薩德再留個1-2年，那就太好了。弧頂遠射這一塊，大特羅薩德是真的可以，我感覺他就是最強的組織型的邊鋒。而今天場上中场的蘇比門迪位置感和預判實在是太好，這屬於一個純粹用腦子踢球的高級活。場上但凡看見蘇比門迪轉身，阿森納就是右手轉攻。過去老 K 有些擔心托馬斯走了之後，中場這一塊阿森納會不會軟？可蘇比門迪越踢越好，越來越硬，慢慢的已經讓槍手球迷們忘掉了過去的托馬斯。另外，今天打了首發77分鐘的加布里埃爾，他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强弩之末的阿森納終於盼到的援軍。加布里埃爾在場上，阿森納的球迷就一點不慌，真是非常不可缺少的一環。後防他是領袖，而且破局也是利器，外加精神屬性拉滿。剛回來，今天就又進球了。只要有他在，阿森納的角球就相當於點球，而在後防線上又是最穩的存在，沒有之一。今天這一場他的表現也堪比 MVP。上半場和今天的第1個球完全是他撐起了整支球隊，甚至下半場還能将阿森納激活，攻防方面都是核心。當今世界足壇身高1.90米的加布里埃爾，老 K 如果說他是現在的第1中後衛，不知道有誰會反對。埃梅里也很不容易，過去埃梅里帶着那一支平庸陣容的阿森納曾經一度11連勝，他真的盡力了。今天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主力傷缺停賽、陣容不齊整，在板凳深度沒有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維拉隊的卡馬拉和卡什的缺陣影響太大。在今天80分鐘換上小將以後，已經將手裡阿斯頓維拉的牌打到了極致。本賽季埃梅里給了維拉球迷太多驚喜，也讓目前英超的歐冠席位之路越發清晰。阿斯頓維拉不是奪冠熱門，但他們手裡也有一個歐冠冠軍在手。老 K 90年代第一身關於英超的球服就是維拉队的球服，確實挺有特點，配色我很喜歡。維拉隊今天盡力了，說實話是輸在陣容深度，戰術方面埃梅里絕對不差。奧納納如果不受傷不換下去，也許今天羅傑斯又要發威。最後咱們再看一看維拉隊的門將阿根廷人大馬丁內斯，他賽後被阿森納球迷不斷的嘲諷，在走向更衣室的過程中，球员通道被阿森納球迷罵道滾蛋，哈哈哈，他真是糟糕透了。而馬丁內斯邊走邊和阿森納球迷对噴，隨後被工作人員拉走。大馬丁這種球員就像過去皇馬的佩佩一樣，能力絕對有，而且敌人看着是非常討厭，自家球迷絕对最喜歡，但絕大多數其他队的球迷就不会喜歡他了。好，接下來下一場球，阿森納將坐鎮客場对陣伯恩茅斯。OK， 前段時間預告過，今天咱們就聊一聊阿森納的總監貝爾塔。貝爾塔的職業故事非常的輝煌，他在20多歲時就辭去了銀行穩定的工作，去冒險追求關於足球的事業，為這事兒母親差點氣得暈倒。此前由於阿森納的總監埃杜離開，加入了希臘船王馬里納基斯旗下的財團，這個財團手裡有包括諾丁漢森林還有奧林匹亞科斯隊。從那時候開始，阿森納的決策層就開始着手討論誰該來接替埃杜。阿森納成立了一個小組，包括了阿爾特塔、俱樂部的執行副主席蒂姆·劉易斯，還有聯合主席喬什·克倫克和總經理理查德·加里克。大家討論來討論去，首先是討論他們需要的繼任者具備哪些特質，最後達成的共識是這一位總監必須能夠力挽狂瀾，是一位能夠帶領阿森納超越第2名，並且幫助球隊自2004年以來首次奪得英超冠軍。同時最理想的情況下，他最好是一位已經證明過自己能夠帶領一支球隊贏得冠軍这樣一位總監。
經過長時間的找來找去，他們最終選擇了貝爾塔。2013年，他在馬競出任技術總監的時候，馬競已經36年沒有贏得過一次西甲冠軍了。而就在他任職期間，馬競斬獲了2座西甲冠軍獎杯和1座歐聯杯冠軍獎杯。轉會市場上，貝爾塔的成功率相當高，他促成了羅德里、格列茲曼還有奧布拉克的加盟。這其中門神奧布拉克的簽約尤為引人注目，而其他如羅德里和格列茲曼為球隊帶來了約 1.24 億英鎊的收入。奧布拉克在10多年前以1300萬英鎊的身價加盟，後來他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優秀的門將之一。當然了，馬競也有過一些失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19年以創俱樂部紀錄的 1.13 億英鎊從本菲卡簽下菲利克斯，隨後又用4450萬英鎊的價格將他賣給了切爾西。後來馬競用6200萬英鎊從摩納哥引進勒馬爾，可球員的表現最終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2位球員的經紀人都是門德斯，這也說明貝爾塔和門德斯的關係非常密切。在馬競內部的傳言是，貝爾塔和馬競的關係已經走到了盡頭，其他的因素在馬競的崛起中又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但無論如何，阿森納都被貝爾塔的故事所打動了。看起來他是一位精明的經營者，被人們稱為一隻咬着骨頭的狗。最初，貝爾塔是受當地俱樂部卡帕內多洛的主席邀請，幫助該俱樂部。起初只是組織比賽，但他欣然抓住了這個機會。雖然自己沒有球員生涯，還是放棄了在銀行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足球事業中。有一次，貝爾塔負責的足球事務範圍擴大以後，決定要飛往南美洲。他在10天內乘坐了10趟航班，只為了觀看25名球員的比賽。當時的俱樂部主席說，貝爾塔腼腆，一點也不自負。我覺得他就算不給錢也會做這些事兒，他只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所以他是一個十足的球迷。於是就是这位過去在銀行工作的貝爾塔，幫助卡普拉內多洛這一支只有12000人口的小鎮這樣一支半職業球隊升入了第4級別聯賽，這為他贏得了許多賞識。之後貝爾塔先後在帕爾馬和熱那亞任職。作為一位意大利人，他在意大利足壇幹得很好，最後轉投馬德里競技。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前曼聯的首席執行官彼得·凱尼恩的推薦，因為當時凱尼恩正在擔任馬競的財務總監。在這期間，包括曼聯和巴黎隊在內的其他俱樂部也曾經向貝爾塔拋出橄欖枝，甚至大巴黎隊還開出了年薪1200萬英鎊的報價，但最終也沒有能夠成功。可阿森納邀請貝爾塔的時候，貝爾塔沒有猶豫，他抵達了阿森納的訓練基地，正式上任，而且立刻開始籌劃夏季轉會窗口的運作。兵工廠的人們最初的感覺是，俱樂部聘請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狂，而貝爾塔的銀行從業背景是他為公司帶來的一項關鍵的優勢。這不僅適用於買賣雙方。有一位曾經和他打過交道的內部人士解釋道，貝爾塔很有創意，他會傾聽你的意見，並努力尋找解決方案。比如，如果你想買下他手下的一名球員，但又負擔不起要價，他會想方設法促成交易。無論是分期付款還是提供激勵措施，他為人坦率，非常聰明。如果他認為這筆交易對各方都有利，他就會盡力促成。而多年前貝爾塔的南美之行對他非常有好處，他當時建立的人脈關係至今仍然有效。有一位經紀人說，貝爾塔的人脈很廣，他勤奮好學，有時又像典型的意大利人那樣熱情奔放。他有銀行的從業背景，精通數字和分析，但同時也很風趣很幽默。他笑容可掬，即使工作環境的壓力很大，涉及的金額巨大，他也能夠和你輕鬆愉快地聊聊天。貝爾塔現在會說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目前正在學習英語。他也是一位研究人類行為的學生，他的分析不僅關注人類的行為表現，也關注人物的性格。多年前，卡佩內多洛的副主席曾經向馬卡報回憶道，貝爾塔當時就有一個數據庫，裡面記錄着意大利北部所有球員的信息，不僅包括他們的比賽和數據，還包括他們的性格、職業、家庭情況。在簽下球員之前，貝爾塔會和他們的父親和他們的兄弟交談。這在如今的現代足球中已經很常見，可在20年前的業餘足球界卻並非如此。所以貝爾塔是一個非常冷靜決策的人，像簽下澤凱賴什就是個典型例子。雖然下窗阿森納急需一名中鋒，但貝爾塔很清楚，澤凱賴什已經27歲，他的年齡必須要體現在轉會費上。儘管當時22歲的謝什科也是個選擇，謝什科的職業生涯也許會更長，但考慮到這個球員缺乏經驗，萊比錫提出的7370萬英鎊的轉會費被貝爾塔認為風險太大。除此之外，貝爾塔還是一個避免成為公眾焦點的人，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盡量回避採訪。
不過，在3年前的歐冠1/4決賽，馬競對陣曼城的比賽結束後，人們罕見地看到了貝爾塔。當時的畫面顯示，在中場哨響後，雙方情緒都很激動。貝爾塔似乎還打了曼城的隊醫馬克西姆·薩拉一巴掌。當然，這樣的事兒不希望再重演。現在，阿森納內部普遍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一位鬥士和一位能夠改變比賽格局的總監。現在跟過去埃杜的工作相比，起碼談球員工資方面，貝爾塔要比埃杜要強。埃杜留給阿森納許多都是毒藥合同。好，讓我們再看一下切爾西主場2-2竟然又戰平了伯恩茅斯。今天的4個進球全都發生在比賽前30分鐘。剛開場第6分鐘，伯恩茅斯的戴維·布魯克斯就率先破門。9分鐘後，埃斯特旺造了點球，帕爾默點射扳平比分。僅僅8分鐘之後，切爾西加納喬助攻，恩佐近射建功，2-1。可沒想到4分鐘之後，小克鲁伊維特又為伯恩茅斯扳平。下半場两队均无建树，切爾西最終是2-2戰平，也連續遭遇了英超聯賽的3輪不勝。有意思的是，在踢完切爾西以後，伯恩茅斯的主教練伊勞拉說，塞門約還沒有踢完在俱樂部的最後一場比賽，這說明打阿森納的時候，塞門約還要上。今天的比賽最有意思是伯恩茅斯2個守雷王，一個塞門約，一個下半場替他扔的詹姆斯希爾。而且在足球經理遊戲 FM 2026裡，這倆的手拋球屬性也很高，這遊戲真是很寫實啊。今天的比賽是車路士這邊埃斯特旺的個人秀，18歲的桑巴精靈在場上肉眼可見的靈氣，把对面一左一右2個邊後衛輪着軍訓，太誇張了。這一場球的單場成功過人次數快頂上加納喬本賽季所有的比賽了。這要是再練練射門能力和傳球視野，埃斯特旺就是切爾西下一個球王。這麼好的表現，比賽竟然沒有拿下來，真是可惜啊。反觀今天場上的內托和加納喬踢得都不好。內托速度雖然快，但是需要給他空間，靠身體速度去爆湯。在邊路持球，他的技術和水平就不怎麼樣。還有替補出場27分鐘的若昂佩德羅，上來就一直在丟失球權，和德拉普的雙前鋒效果很差。老艾自己拿球就帶2步，然後丟球。內托在場上除了防守比加納喬好點兒，其他方面狀態一般，比較平庸，跟加納喬一樣狀態不好。而加納喬的水平踢邊鋒啊，也就只有體能還可以。之前在場上還能過人，現在別說最後一腳傳球和射門了，連過人都已經很難。而德拉普在場上雖然做了巨量的跑動，支點作用也不錯，可是就這樣的一個水平，已經讓車路士的球迷開始無比想念去了拜仁的雅克松。本賽季至今出場10次的德拉普仍然是0進球0助攻。所以最近也有報道，切爾西因為中间能力太差，主教練馬雷斯卡正在承受內外巨大的壓力，而他不喜歡高層質疑自己的戰術。對決阿斯頓維拉那一場，切爾西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終結比賽，可問題恰恰在於他們缺少終結者。現在觀看切爾西的比賽，看到他們能創造出大量的機會，卻很少能夠從心底產生那種切爾西這次能進球的預感。加納喬也好，內托也好，還有吉滕斯、德拉普、若昂佩德羅，他們都不像一位极度冷靜的終結者。所以當阿斯頓維拉用沃特金斯這樣一名真正的9號在替補上場之後連入2球，所以現在一直有傳言，主教練馬雷斯卡不太喜歡他的上級在賽後質疑他的戰術決定。可是現在他正面臨來自內外的更多的質疑，為什麼他的切爾西浪費了如此多的領先優勢？本賽季在英超主場比賽中，他們已經在領先的情況下丟掉了11個積分，比其他任何球隊都多4分。那麼至此，切爾西近7場比賽只贏了1場，有6場都丟了分，到現在僅拿到7分。在英超19輪過後，8勝6平5負，積30分，排名第5。一個月只贏了2場球，甚至踢卡迪夫的比賽也要依靠下半場的主力才能拿下。前鋒的把握機會能力不行，防守又稀爛，進攻線上個人能力太差，虐菜也就不穩。目前馬上就要進入冬窗，切爾西如果不能買來3名強援，那麼下賽季的成績也很難有好轉。今天的比賽還有紐卡斯爾3-1客場戰勝伯恩利，埃弗頓客場2-0戰勝森林，西漢姆聯主場2-2和布萊頓逼平。那麼昨天節目中老 K 預測的6場英超，只有諾丁漢森林主場0-2輸給了埃弗頓，其他都預測的不敗，所以正確率大概目前是5/6。總之只是娛樂娛樂，用這個去買彩票是沒有用的。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支持、熱推和分享，讓咱們明天再見。